你有沒有遇到過這種情況？明明讀對了每個單詞，但句子聽起來還是怪怪的。這往往不是因為發音錯了，而是因為語調和節奏沒能掌握好。今天我們就來學習4個實用的技巧，包括重音規則、句子語調、重讀和非重讀音如何分配，以及連續和停頓的技巧。掌握了這些，你的德語聽上去就更地道了。為什麼重讀音這麼重要呢？在德語中，重音不僅影響發音的準確性，甚至還會改變詞義。比如 umfahren， 重音在第一個音節，意思是撞倒。umfahren， 重音在第二個音節，意思是繞行。看到了吧？掌握重音規則至關重要。那麼重音規則有哪一些呢？規則1，大多數德語單詞的重音都在第一個音節，比如 Tisch, Hund, Fenster, machen, lesen, spielen。如果是複合詞，重音通常落在第一個詞素上，比如 Handschuh, Fußball, Zahnarzt, Hausaufgabe。規則2，外來詞的重音通常落在最後一個音節上，尤其是來自法語、拉丁語的詞，重音往往放在最後，比如 Student, Universität, Telefon, Interessant。規則3，可分動詞重音在前綴上。所謂可分動詞是由前綴加上動詞，在句子中出現時，前綴會被分離，放到句尾。比如 Aufstehen， Ich stehe7 Uhr auf。很多可分動詞重音大都落在可分前綴上，比如 Einkaufen, Anrufen。規則4，不可分動詞的重音在詞幹上。顧名思義，不可分動詞就是由不可分前綴和動詞一起組成的。前綴在句子裡不會被分開。常見的不可分前綴有 be, ge, er, ver, zer, ent, emp, miss。besuchen, verstehen, erklären。這些動詞的重音都在動詞詞幹上。現在我們和 Dirk 一起來讀一下下面的單詞，請注意重音的位置。Wasserflasche, Geographie, aussteigen, bezahlen。接下來我們來看看德語句子的語調規律。德語句子的語調規律和句子的類型有關。陳述句的語調是從高到低，在句末明顯下降。來聽下面的句子。Ich wohne in Berlin. Das Wetter ist heute schön. Er arbeitet bei Siemens. 核心規律就是句子的最後一個詞往往最重要，是語調的最高點，從這個高點開始，語調明顯快速下降。Berlin. Schön. Siemens。 注意到了嗎？不是整個句子平緩下降，而是在關鍵詞處形成音高峰值。疑問句則分兩種情況，特殊疑問句和一般疑問句。所謂特殊疑問句，就是以疑問詞開頭的問句。經常使用的疑問詞有 wer, was, wo, wann, wie, warum。 這種疑問句的整體語調也是下降的，但是跟陳述句類似，中間有升高，最後下降。 Wo wohnst du? Was machst du heute? Wie heißt du? 核心規律，疑問詞通常以較高音開始，表示詢問的語氣，句中的關鍵動詞或信息詞達到最高點，句末最後一個詞明顯下降。這是特殊疑問句與一般疑問句的關鍵區別。第二種是一般疑問句，
也就是可以用是或者否回答的問題。這種疑問句的語調在句末要上升。Kommst du morgen? Sprichst du Deutsch? Ist das dein Buch? 現在我們和 Dirk 一起來讀下面的句子，請注意語調的變化。Wo ist der Bahnhof? Ist das der Bahnhof? 很多初學者說德語時，每個音節都讀得一樣用力，一樣清楚，以至於聽起來就像個機器人。但真正的德語母語者只會把重要音節讀得很清楚，不重要的音節則一帶而過。我們來體會一下這種差異。Danke, Danke, bitte, bitte, Guten Morgen, Guten Morgen, Entschuldigung。 Entschuldigung。 总而言之，重读音節要做到聲音更大，讀得更長，發音更清晰，而非重讀音節則要做到聲音更輕，讀得更快，可以模糊一點。現在我們來練習一下，請朗讀下面的單詞。讀的時候請注意，只把大寫部分讀得響亮清晰，而其他部分則輕快帶過。Deutschland, Deutschland, verstehen, verstehen, Arbeit, Arbeit, wunderbar, wunderbar。當一個詞以輔音結尾，下一個詞以元音開頭時，自然就會形成連讀。比如 Das ist, ich auch, auf einmal。 此外，德語的複合詞內也會發生連讀。Hausaufgabe。 但德語不像英語那樣極度連讀，要保持每個單詞的清晰邊界，注意不要過度連讀。最後，我們來看一下句子裡的停頓有哪些規律。第一種是按照標點停頓，逗號的時候短停一下，句號和問號要停得更久一點，這樣聽起來更清晰，也更像母語者。第二種是按照意群停頓，也就是說，一句話裡哪裡是一組意思，就在哪裡微微停一下。舉個例子 Ich gehe heute ins Kino, weil ich einen neuen Film sehen möchte。 適當的停頓能讓你思考接下來要說什麼，讓聽眾更容易理解你，你聽起來也顯得更自信。今天我們學習了德語語調與節奏的4大要素。重音規則：低音節為主，外來詞例外，注意可分與不可分前綴。語調模式：陳述句降調，特殊疑問句降調，一般疑問句升調。音樂感：重音長讀，非重音短讀，形成有節奏的韻律。連續與停頓：輔音元音自然連讀，意群之間適當停頓。選一段德語短文，標注出重音和語調，每天大聲朗讀，錄音後與母語者的版本對比。掌握了基礎發音和語調，你已經能說出不錯的德語了，但還有一些進階難點需要攻克。下一集我們將進入語音階段第5集，進階發音技巧，內容包括清音、濁音的秘密、特殊輔音組合、外來詞、分音節技巧。這些是讓你的德語從能讓人聽懂到聽起來很地道的關鍵。記得練習今天的內容，我們下期見，Bis bald。